证人，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们你跟陈妙的关系？你说什么？陈妙和陈妙和他有什么关系？啊？我是陈妙的儿子。你是？那天我到医院去安慰我爸，却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时常在想，如果那天我爸看到了我，是不是就改变主意了？我们去过你家，去了很多次，但我们找不到人呢。我被爷爷奶奶带走了。我告诉自己，我要查出真相，替我父亲洗脱冤情。那时我已经考上了医学院。5年前我奶奶去世了，我觉得是时候查清这件事情了。你当时被调去了南大，我就去报名南大进修介入。难怪你外科做得好好的，非要跟我学介入，而且你还经常询问海城的事情。你口风很紧，从来都不提过去的事情。1年进修期满，我只能先回3月。直到今年，我患了一头癌，你主动提出来给我做手术，而且还想来海城发展。是，这一切都是我故意做的。所以，你来海城，就是为了查明当年的真相。是。我在档案室看了当天所有的手术记录，当时确实是大黄牙的母亲李爱芳先到了医院，我父亲已经给她做了紧急的处理，偏偏就在这时候，又来了个脊椎受伤的小女孩，我爸选择先救小女孩。我父亲没有做错，他没有错，却被外界认为只救富人，不管穷人死活。是，你父亲确实没有做错，但是遇到那么一个不依不饶的患者，问题在于，为什么没人给李爱芳做手术？为什么非要等到小女孩救完再救李爱芳？为什么？马上就好，还有多少患者？大概40-50位。这么多，联系到潘老陈妙没有？陈主任正在往这边赶，潘老没接电话。老布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情况非常复杂，赶紧去帮忙吧。啊，好。16年前，高速连环车祸，海城因为距离最近，成为了第一救助点。我们当时只是个小医院，哪儿见过这么大的阵仗，全都弄得措手不及。肋骨骨折了，送3号手术室，让林医生上来。医生，快救救我了！救救我吧！慢一点，慢点吧。妈，这边之前，小腿已经坏死了，将手术室准备抬位，我给他做手术。陈医生，快！陈医生，这儿有个小患者。哎，医生，你不是说要给我妈先治病的吗？手术室那边正在准备啊。孩子，颈椎骨折了，一旦骨折错位，轻则全身瘫痪，重则猝死。先安排他手术，赶紧走。好。
医生，你不是说要给我妈做手术的吗？你母亲现在没有生命危险，这个孩子不救就要死了。快送手术室啊！凭什么？我们先来的，为什么不给我们做？你知道我妈听我说，你妈妈现在没有生命危险，孩子不治，这儿子了，知道吗？你父亲最终坚持先给小女孩做了手术，再给李爱芳截肢。事后，大黄牙打听到小女孩家境富裕，就找来媒体说你父亲只救有钱人，不管穷人死活，害得他母亲终身残疾。那么你呢？你在哪里？你当时在海城医院里，对吧？我在。那天为什么没有你的手术记录？你不是手术狂魔吗？华北骨科第一大佬。我就直说了，你来了，李爱芳的手术是你给她做的，但是你失败了，你把罪名推给我父亲，是不是？不，没有这样的事。没有，他是海神的金字招牌，你们为了保全他，让我的父亲背锅。他是你的学生，他不敢违抗。家属指责的，舆论攻击的，你们栽赃的。他是因为承受不了压力，才选择轻生。现在，我要你亲口告诉我，那天你到底有没有进过李爱芳的手术室？我进。他说你是他最敬爱的恩师，你是他最好的朋友。最敬爱的恩师和最好的朋友，最终逼死了他。不是这样的。潘老当时确实进了手术室，但是他没能做那台手术。为什么没做？因为我喝了酒。当天，战友们聚会。潘老怎么还没来啊？潘老，我来了。哎，潘老，虽然我接到医院的通知，赶回了医院，也进了手术室，可是当我站在手术台前，哎呦，我做不了手术了，我喝酒了啊，潘老，我的手抖得厉害，
我眼前的患者全都模糊了。我知道我做不了手术，这是我终身悔恨的事情。如果没有喝酒，李爱芳的手术应该由我来做。受到大黄牙刁难的人应该是我，受到舆论谴责的人也应该是我。是的，你说的没错，你父亲是为我背了锅。当时的海城没有经验，遇到这种群体突发事件非常混乱，再加上大黄牙闹事，后来的手术多多少少都被耽误了。事后点名批评，又被媒体大肆报道，双重压力下，老布让你父亲提出主动离职，是想让他避避风头。潘老爷一直自责，觉得都是他的错，亲自上省里去向领导陈情。可是没想到，你父亲就那也是老布这辈子最后悔的事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几乎天天都做这个噩梦。你父亲是我一生都值得骄傲的学生，他非常有才华，非常有职业道德。他有2句口头禅：只要手术有1%的成功率，就要尽100%的努力完成它。还有一句是：治病救人，永远第一。我一直想对你父亲说一句：对不起。可是他永远的听不见了。你是他的儿子。今天我就对你说吧，对不起。
妙的儿子。也成了医生。妙手仁心。好，好，我也算是了了这众人遗憾。老师，潘老，潘老，老师，潘老，老师，潘老。当年我在南大，郑人报我的班进修介入。我听说他父母双亡，靠贷款读书，工作几年一直在还贷，过得也很艰辛。我当时只是觉得这孩子很不容易，很勤奋，很刻苦，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医生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他会是陈妙的儿子。想想这些年他受过的苦，这心里……你去找过他，只是没找到而已。我没能保护好我最好的朋友，更没有照顾好他的遗骨，惭愧呀！老婆，他虽然吃了这么多的苦，但却成了这么出色的医生。他的未来无可限量，你不用自责。大丽，我要做一件事情，但必须经过你的同意。你是不是要把当年属于陈妙的海城股份还给郑人？好，我来处理。很难接受这样的真相，是不是？总觉得应该另有隐情，应该有人为那起悲剧负责，应该让那个人反省后悔，说其实都是我的错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愤怒和仇恨有宣泄的目标，才能让自己重新振奋起来。是不是？我很理解你，因为老婆要跟我离婚的时候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我曾经找人跟踪过他。想找到他出轨的证据，甚至卑鄙的希望真的有那么一个小三，因为我无法接受18年的婚姻以失败告终，就像你无法接受你的父亲被泼脏水、背负污名而死。我父亲没有做错，脊椎和腿当然是先就前者。我也没有做错，只是老婆不再爱我了。
老布他们当年真的不知道，原来你母亲也是在那天晚上。我父亲如果那天留在家，我母亲就不会死，她就不会跳楼。这也许就是命吧。一个医生，寒窗苦读8年，临床工作15年，下班后接到电话，第一时间赶往医院投入急救。他用自己的医术，拯救了一个脊椎受伤的小女孩，还保住了一个小腿重伤患者的命。他在给他们做手术的同时，他的妻子却在家发生了意外，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。就这样还要被大家说没有医德？你跟我说，这是命？不然呢？这是误会，是误会就要澄清。怎么澄清？那个时候没有视频监控，光有文字的手术记录，给患者家属看了，但是人家不认，人家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。他看到的是，明明是自己母亲到的早，医生却要先救后来的人。对于医生来说，很简单的道理，但对于患者而言，却无法理解。有些人看不见星空，只能看见近在咫尺的灰尘，可这些灰尘就足以让他们窒息了。证人，那是个16年前的误会，一个已经无法澄清的误会。就算潘老不一起出来，再提那件事，为你父亲洗脱冤屈，又有什么用呢？逝去的人已经走了，而作为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，要向前看。潘老因为你父亲的事情大病一场，后来身体就垮了，只能从1线退到2线。连环车祸，30几个家庭，42名患者，都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。而我们海城骨科专科医院也损失了2名顶级医生，还赔了一大笔钱，差点关门。证人，花姐说的对，悲剧已经发生，去澄清它的真相，要求一个所谓的公道，真的有意义吗？还是活下来的人继续往前看，不让那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更有意义？今天听潘老这么一说，估计林哥能消停2天了。消停什么呀？林格的芥蒂还没有消除。哎呀，整人又那个样子了。海城的2大主力啊！哎，不会的，给证人1台手术，他肯定能活过来。总之呢，这阵子医院的事情你要上心，他们2个都需要时间来调整心态。知道了。进。
你要走？老布要把属于你父亲的海城股份还给你，等于说现在的海城也有你的一部分。即使这样，也要走。等他想明白了，他会回来的。真的会回来吗？我当时也走了，不是最后也回到医院了吗？放心吧，看过星空的人是舍不得离开星空的。云哥，郑哥好几天都没来上班了，干嘛去了？辞职了。辞职了？不是他那种工作狂，居然也辞职了？我也辞过呀。他跟你一样得了 PTSD 啊？